这一坨黑乎乎的东西就是用蚊子做成的肉饼，50万只蚊子才能做出一个，一口下去起码10万只，据说吃起来很像鱼肉。小哥尝了一口，反应一言难尽。每年一到雨季，非洲维多利亚湖就会出现数以万亿计的蚊子，所到之处就会形成一股黑色旋风，场面相当震撼，严重的时候可以说是遮天蔽日。这里的人看到却喜出望外，对他们来说，蚊子再小也是肉，是每年不可多得的美食，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。抓蚊子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挑战性，随便拿个锅碗瓢盆在空中挥一下，就能轻松捕获成千上万只，大人小孩都玩得不亦乐乎。收集到足够多的蚊子，就可以制作蚊子肉饼了。第一步，把蚊子捣成黏糊糊的一坨，像揉面一样揉成团，然后手工按压成肉饼的形状，按压力道是关键，会影响最终的口感。接着起锅烧油，一瞬间伴随着滋啦滋啦的声音，肉香四溢散开，煎到两面黢黑即可。里面熟不熟不重要，吃的就是这个原汁原味。你看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据说蚊子饼吃起来很像鱼肉，因为蚊子主要生活在湖边，所以还会夹杂一丝海鲜味。煎炸属于常规做法，当地还有更加独特的烹煮做法。煮上满满一锅蚊子汤，一口浓汤下肚，别提多鲜了。摄像小哥不相信，决定尝一尝。怎么说呢？吃起来回甘有点臭。不过在食物匮乏的非洲，蚊子饼确实给他们提供了大量蛋白质，这就是大自然对非洲人民最好的馈赠。他们用屋顶上的瓦片做镜子，不但光可照人，甚至还有美颜的效果。女人们都认为这种镜子才能照出最真实的自己。做这种镜子一定要选用红色瓦片，把瓦片敲碎，放在石板上反复研磨，磨得越细，做出来的成品质量越高。在里面加上一些黄麻纤维，然后加水充分混合在一起，接着再次把泥浆碾压一遍，确保里面没有大块颗粒。随后把研磨好的泥浆放入圆形模具中，用手压实就可以拿到太阳下晾晒。晒干后开始打磨，用手感受圆盘的平整度。打磨的差不多了，就要在上面涂上一层黑色粉末，这个就是关键了，涂多少完全凭手感。接下来的工作就要由男人来完成了。在光滑的圆盘上放置3块小金属，然后将另一个圆盘扣在上面，中间就形成了一个空隙，用粘土把四周完全密封，接着在上面戳个洞，捏出一个入口，随后放在外面继续晾干。等待的时间，他拿出了一些金属合金，其实泥巴只是制作镜子的模具而已，镜子本身还是由这些合金做成的。合金是由锡和铜混合而成，把合金都塞到入口里面，上面盖上一层棉布后继续用粘土密封，然后将这些模具放在火上，上面铺满椰子壳开始烧制，就这样一直加热1小时。通过听声音来判断金属是否融化，合金融化后就要慢慢翻转一下，让融化的合金液体填充模具中间的空隙。等模具冷却下来，敲掉模具，镜子毛坯已经锻造成功。不过现在还不能反光，需要经过几轮抛光，但首先要把毛坯修剪成合适的尺寸，尺寸不同价格也相差很大。最受欢迎的种类是手持的小镜子，修剪完成后用湿砂纸开始打磨，镜子表面出现光泽后，在上面滴上椰子油继续打磨，直到镜子可以清晰地照出自己。随后把镜子放入镜框粘合在一起。这还没完，最后还需要用天鹅绒布抛光，在背后贴上自己的 logo， 这样一个昂贵的手工镜子就完成了，能更好地照亮你的美。大爷只是给挖掘机轮胎打个气，却引来一群人围观，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只因大爷有个绝活，用嘴给轮胎充气，竟然比打气筒还好用。家里的暖水袋被他当成气球吹，几下就能吹爆。他平时就用肺活量检验暖水袋质量，被他吹爆的暖水袋不计其数。平时出门都随身带着一个橡胶软管，看见没气的车子，他插上管子就是一阵吹。大爷只有一个信念，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绝对不允许没气的情况。大爷说这都不算什么，还有更厉害的，他可以给卡车轮胎充气。大家决定做个实验，一边用打气筒，一边大爷用嘴吹，看谁能把轮胎吹爆。比赛开始，大爷这边轮胎肉眼可见的变大，一旁7个成年人轮番用打气筒，但轮胎的鼓起程度还不如大爷用嘴吹得快。5分钟后，大爷已经把轮胎吹得硬邦邦，一旁的轮胎却还是扁扁的。很明显大爷赢了，但他却并不满意，说要升级挑战，把一个铁架子放在轮胎上，上面又站了20个小伙子。他要在负重的情况下把轮胎吹爆，但不得不说，咱们中国的轮胎质量属实不错。大爷吹了10分钟，硬是没吹爆。大爷倒也没太往心里去，表示不会停止挑战自己。这不，今天他就想要挑战极限，吹挖掘机轮胎。很快就引来一群人围观，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成功，大爷却气定神闲，坐着吹了几下，轮胎竟然纹丝不动。很明显，这次挑战确实不一般。只见他站起来半蹲马步，稳扎稳打的吹，轮胎终于有了点起色。毕竟是挖掘机轮胎，吹到一半的时候最困难，几口下去轮胎也没啥变化。大家不停给他加油打气，大爷擦了擦汗，接着青筋暴起，一阵猛吹，终于把轮胎吹了起来。大爷一脸傲娇地说，自己才66岁，还能再吹他个10年，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许出现打气筒。大叔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拔掉所有电器插头，接着用黑色胶带把信号灯遮起来，说这么做是为了保命。家里没有一盏灯，冰箱成了摆设，电视还被他故意砸坏了。
家里唯一能用的就是电脑，用电脑前必须全副武装，戴上墨镜和特制的沥青面罩，上网时间不能超过3分钟，不然身体就会疼痛难忍。大家都非常不理解，但更奇葩的还在后面。大叔出门要戴上用沥青制作的面罩和帽子，甚至连衣服都用沥青涂抹了一遍，这已经够夸张的了。没想到大叔里面还穿了一件沥青盔甲，把大家看得目瞪口呆。说话间，他突然紧张起来，指了指远处的汽车，迅速戴上了面罩和帽子，匆匆回了家。他究竟在躲避着什么？大叔解释说自己能感受到电磁波，刚才就感受到了汽车 LED 大灯发出的电磁波，微弱的电磁波就会对自己造成伤害。每当暴露在阳光下，全身就好像被针刺一样。一身沥青装备就是用来屏蔽辐射的。大叔也去过很多医院，都没检查出任何身体上的问题，但电磁波带来的疼痛是真实存在的。你就说怪不怪吧。大叔认为病因来自之前住的房子，都是因为房顶上的手机基站导致的。大叔壮着胆子走了进去，看了一眼就连连后退，说这里的辐射很严重，只要一靠近，心脏就会剧烈疼痛。可奇怪的是，周围邻居并没有感受到电磁波的伤害，就连记者也没感受到。大家拿专业仪器一测，辐射量远低于安全标准，也就是说，这微弱的电磁波并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。既然大叔说能感受到电磁波，那直接给他做个测试好了。给大叔戴上眼罩和耳塞，让他根据自己的感觉判断电脑的开关机状态。一共做了7次实验，大叔猜错了5次，可以肯定他并不能感应到微弱的电磁波，所以大叔很有可能是心理问题。治疗心理问题第一步就是要勇敢面对。他鼓起勇气去找心理医生，沟通下来才知道，股票投资失败导致家庭破裂，这让他无法接受，继而形成了躯体化障碍，这是一种精神障碍。他们会坚信自己得了某种躯体疾病，不过呢，这些症状可以通过药物控制，但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用爱来治愈。大姐每天洗澡必须穿着自制的铠甲，洗一半的时候就要站在马桶上，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命。家里堆满了各种杂物，在家只能爬行，所有东西都用塑料袋包着，屋顶也蒙上了大片的塑料，边边角角还包上了锡纸。大家都非常不理解，跟她来到卧室，大姐终于放松下来，摘掉了帽子，这才发现帽子是用区别针做成的，看起来足足有几万个，戴起来非常重。大姐就这样戴着帽子生活了10年，她到底在躲避着什么呢？大家建议她脱掉铠甲生活，大姐显得非常担心，犹豫再三，决定脱下来试试。没过1分钟，她突然把头埋在毯子里，显得非常焦虑，说自己疼得受不了了，接着快速穿上了铠甲，这才慢慢平静下来。大姐解释说自己能感受到电磁波，房子里充满了电磁波，微弱的电磁波就会对自己造成伤害。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屏蔽电磁波，可奇怪的是，大家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电磁波。用专业仪器一测，辐射量远低于安全标准，也就是说，这微弱的电磁波并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。大姐非常不解，因为自己确实能感受到电磁波的伤害，这其实就没啥好说的了，直接看心理医生吧。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在她年轻的时候，被一个陌生男人跟踪长达半年，会在半夜敲她的门，还经常给她发骚扰信息，感觉自己时刻都在被监视。从那之后，她变得敏感多疑，以至于都能感受到手机发出的辐射。她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自己会慢慢好起来，没想到却变得越来越严重。医生建议大姐要直面内心的恐惧，即使暂时无法克服，也要学会和恐惧共存，学会接纳自己，慢慢就会好起来的。这是一种长在树上的酒，为了采集这种酒，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，仅靠一根绳子穿梭在高大的树木之间，小哥浅尝几口，味道一言难尽。这种酒就是棕榈汁，采集用到的工具就是一把刀和一个装酒的容器，顺着用椰子壳绑定的节点，一点点往上爬，来到树冠后，将棕榈树花序头部切开，把罐子套在花序顶端，来回敲打几下，用来刺激汁液分泌。敲击手法和力度会影响流出汁液的多少，几个小时后就能收集到少量的棕榈汁。为了能快速收集到棕榈汁，他们不会爬上爬下，而是把棕榈树用绳子链接起来，采完一棵树，顺着绳子就来到了下一棵，要装满1桶棕榈汁。他们一次至少要采集10棵树，一天就要采集2次，把刚采集的棕榈汁经过过滤，等它自然发酵，放几小时就成了棕榈酒。闻起来有一种很淡的酒味，喝起来酸酸的，好处就是很利尿，因为棕榈汁含有糖分，所以也可以用来熬糖。把收集到的棕榈酒过滤一遍，在路边等着收酒的小贩上门。这种酒非常抢手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今天的付出得到了回报，这就是斯里兰卡菜酒人的生活。大叔每天来菜市场却从不买菜，商贩们却开心的不得了，因为大叔是来抓苍蝇的，他一巴掌就能抓到5只，抓过的苍蝇足足装了4大袋。菜市场的苍蝇见了他都吓尿了，只要他出手绝对不会落空，引得商贩连连喝彩。看着只是简单的挥挥手，有个商贩觉得自己也可以，结果1只都没抓到。工作时，一只不知好歹的蚊子飞到了大叔身边，大叔慢慢靠近，苍蝇察觉不对立马就跑，但是太晚了，大叔已经出手，没有1只苍蝇能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。大叔轻蔑一笑，表示这都不算啥。紧接着他表情严肃起来，眼神快速扫描，原来屋顶还趴着1只。大叔迅速丢出纸团，苍蝇瞬间成了肉泥。大叔对蚊子恨之入骨是有原因的，都
都是因为13年前的一件小事。当时正在和客户谈合作，没成想菜里竟然出现了一只死苍蝇，客户愤然离去，20万元的订单也随之丢了。仅仅因为一个苍蝇就损失了20万。大叔越想越气，发誓只要有他在的地方绝对不允许有苍蝇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训练自己的反应力，苦练抓银龙抓手，对着树练习7伤拳，手背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。就这样练就了100%空手抓苍蝇的绝技。1年时间内抓到的苍蝇装满了4大袋，还把苍蝇做成了标本，就是为了更好的研究它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现在大叔还开了一个昆虫消杀公司，只要别人一个电话，他就会带着员工上门抓苍蝇，一边用扑蝇器，一边大叔徒手抓。结果扑蝇器还没有大叔的效率高，不得不说大叔的技能真的很实用啊。他们把面粉均匀撒在厨房地板上，接着又偷偷安装了摄像机，本想找到在厨房搞破坏的罪魁祸首，结果却拍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。起因是好好的橡胶手套，只要在这家餐厅后厨放一晚，就会被撕得粉碎。怕大家不信，下班前店主又摆上了几双新手套，锁上了唯一的大门。第二天一大早就看到店主和员工聚集在了门口。店主说自己一个人不敢进厨房，等人聚齐后才敢开门。真有这么夸张吗？大家一起来到后厨，记者也被震撼到了。好好的手套变得破败不堪，碎片散落一地，像是被腐蚀了一样。你要说有小动物的话，那它肯定会破坏食物，不可能没事去咬手套。你要说是有人故意破坏的，那也不太成立。橡胶手套根本扯不动，即使用剪刀剪过的痕迹太过规则，也做不出这种粉碎的效果。那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？大家越猜店主越慌，最后大家想出一个办法，把面粉均匀撒在地板上，边边角角也不放过，又安装了摄像机，不管是人是鬼，这次一定能找到这个罪魁祸首。第二天大家一起来到后厨，不出意外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，关键地上干干净净，一个脚印也没有。这下大家更慌了，难不成真有那东西？大家赶紧查看录像，发现手套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，自己慢慢开始分解腐化，整个过程显得很自然，画面说不出的诡异。大家不由得后背发凉，赶紧寻求专家帮助。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化学反应，橡胶手套是被氧化剂破坏的，这种氧化剂应该就是臭氧。许多厨房都在使用臭氧对食物进行消毒，白天排风扇会把臭氧抽到室外，但晚上排风扇不工作，臭氧就聚集在了厨房，随着浓度升高，橡胶手套就被氧化，从而老化断裂。为此专家还做了个实验，密闭空间内，当橡胶手套接触到臭氧后，很快就被氧化掉了。专家说只需要晚上也保持通风，把臭氧排到室外，就可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店主乖乖照做，晚上也打开了排风扇，果然第二天手套真就完好无损。省流氧化反应，他吃面包要提前准备2包纸巾，因为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泪。怕大家不信，他直接吃起了热狗，一口下肚，果然眼泪刷刷的下来了，就跟演戏一样，而且越好吃流的越多。吃米饭不会流泪，吃炸鸡就会流，这都成了一种指标。公司聚餐都会让他先吃，根据流泪情况判断食物是否美味。更奇葩的是，小哥吃东西只有左眼会流泪，而伤心想哭的时候就换成了右眼流泪，2只眼睛分工明确。你就说神不神奇吧。据他妈妈说，他从出生就这样，2只眼睛很少有同时流泪的情况，如果有的话，那就是一边在伤心一边在吃东西，2只眼睛就都会流泪了。反正医院也去了，都没发现什么问题，医生认为是属于神经类的问题。接着在他眼睛上贴了2张试纸，再让他吃下2块糖果，紧接着试纸就湿了。试纸显示他眼睛流出来的其实是口水。医生说这是一种叫做鳄鱼眼泪的疾病，是由于面神经麻痹，唾液神经和泪腺交织在了一起。确切的说，眼睛流出来的应该是口水，但对健康没太大影响，可以不用管它，只是有点恶心而已。小哥本人觉得这还挺好的，可以成为聚会的谈资，供大家娱乐也不错。22岁小伙每天在背包里装一袋沙子，走到哪都带着，家里米缸内也装满了沙子。吃饭时他从袋子里掏出来一些，抓上一大把就往嘴里塞，吃的一脸享受。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。吃完还张嘴让大家检查了一下，他说沙子吃起来口感很脆，还有点甜。怕大家不信，小伙还想让一旁的大叔试试，大叔也不含糊，抓起一把就要往嘴里塞，接着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。妈的，这不神经病吗？小伙说每天带一袋沙子，是为了能随时随地给自己补充能量，一旦困了累了就要吃，吃上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。他没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，工地上的沙子新鲜可口，品类多量还大，这种红沙是最好吃的。不过今天吃起来感觉有股骚味，有点奇怪。他转头又来到另一堆沙子前，看起来好像是新品，还真没吃过，抓起一把先尝尝咸淡。总结下来，白沙比较咸，红沙比较甜，根据周围小动物的多少，味道也会有所变化。不过说起他吃沙子的原因，却很令人心酸。小时候他家里很穷，3天饿9顿的，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想着吃沙子来缓解。这一吃不要紧，意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就这样还吃上瘾了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